谋害乌克兰的真正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大家好，欢迎来到罗富强观察室。本期我们聊的话题是，乌克兰一直就是被美国忽悠欺骗的国家，美国才是乌克兰的真正敌人。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爱尔兰国家电视台几天前播放了对美国前总统克林顿的采访。克林顿说，他对当年让乌克兰无核化感到后悔。他认为，如果基辅现在仍然拥有核武器，俄乌冲突可能就不会发生。这是怎么一回事呢？1991年，因为苏联的解体，世界就诞生了乌克兰这样一个零碎国家。之前，苏联的导弹有大约1/3部署在乌克兰，乌克兰自然接了过来，成了世界第3大核武器国家。其中包括约1900枚战略核弹头。要知道，今天中国的核弹头数量都还没有达到1000枚呢。此外，苏联时期世界一流的航空发动机公司、飞机制造厂、制造航母和大型军舰的造船厂、最大的核电站、钢铁厂等等重型工业就在乌克兰。其中，苏联唯一的航母总装厂就是尼古拉耶夫造船厂。此外，还有诸多的大型工业基地和城市。乌克兰还完整地控制了黑海北部，因此乌克兰的实力不可小觑，是一个工业、军事和地缘强国。美国对乌克兰的实力非常担忧，其第一步就是干掉乌克兰的核武器和在建航母。于是，美国总统克林顿牵头，联手英国首相梅杰、苏联解体功臣亲美的俄罗斯首任总统叶利钦，一道忽悠乌克兰首任总统克拉夫丘克，向他承诺，只要乌克兰销毁核武器，美国、英国、俄罗斯就负责向乌克兰提供安全保障，美英还将为乌克兰提供经济援助。于是，毫无经验也认为乌克兰国力不足养护这些武器装备的克拉夫丘克政府，于1994年与美、英、俄签署了销毁所有核武器的布达佩斯备忘录。最终，乌克兰花费大量资金销毁了核武器，但结果呢？美英的援助不见踪影，乌克兰上当了，因为这个布达佩斯备忘录并不是协议或者条约，毫无法律效应。与此同时，美国还盯上了乌克兰在前苏联时期开建的核动力航母8万吨的乌里扬诺夫斯克号，设下圈套，让乌克兰花大钱自己拆了。这一事件堪称史上最大的连环套骗局。当时，这艘航母因为苏联解体已经停工。1992年，突然出现一家挪威所谓的航运公司，向乌克兰订购6艘10万吨级的货轮。乌克兰一看这是大生意，立即接单。但造船的船台被在建的航母占据了，打算将其拖出去腾出船台。这时候又出现了一家美国公司，说要以高价收购在建航母的特种钢材。乌克兰认为自己没必要花钱完成航母建造，不如拆了卖个好价钱，于是把这艘在建航母拆了。但结果挪威和美国的公司全都消失不见了。从此，乌克兰就从一个世界军事强国和第3核武大国变成了一个军事弱国。从2013年开始，美国等西方国家策划了乌克兰政变，扶持了傀儡政府上台之后，又以接受乌克兰加入北约、为乌克兰提供安全靠山为诱饵，唆使乌克兰挑衅俄罗斯，最终引发了俄乌战争。但结果呢？美国不过是用援助乌克兰武器装备和经费的方式裹挟乌克兰打了1年多，还绝不让他和谈，整个乌克兰被打得稀巴烂的。美国却是拒绝其加入北约的主要国家。4月6日，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波兰和波罗的海等国家提议支持乌克兰未来加入北约，但美国、德国和匈牙利正在抵制这些努力。美国是乌克兰的战争后台大老板，为何反对乌克兰加入北约呢？因为在美国眼里，乌克兰只是战争代理人，美国不过是用加入北约作为诱饵，让乌克兰出人、出血、出命、出国运，帮助美国打败俄罗斯。这时候让乌克兰加入北约，就会成为北约的沉重包袱不说，美国还有义务进场参战。
但美国害怕俄罗斯的核弹头，只能继续牺牲乌克兰。由此可见，谋害乌克兰的真正敌人不是俄罗斯，而是美国。